天气越来越热，然后各位可以注意到我穿的是浅颜色的衣服，为什么？因为浅色的衣服比较不会出现头皮屑的困扰，知道？那谈到头皮屑，一想到头皮屑，皮肤科医师第一个想到当然是脂漏性皮肤炎。错，不是哈。事实上，头皮屑应该严格来说应该分两种，头皮屑就是头皮细胞的尸体，这是确定的，头皮细胞的尸体，细胞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就要不然就是它自然死亡，要不然就是它被凌虐而死嘛。那脂漏性皮肤炎包括皮屑芽孢菌的铀酸刺激，它的死亡算是被凌虐死亡，你就把它想成战争死亡这样，所以一大堆这样。所以脂漏性皮肤炎的头皮屑基本上是比较大片的，我们常在讲雪花分堆，基本上讲的是这种。那因为它是发炎，所以它的除了雪片以外，它下面其实皮肤会呈现比较红色，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糜烂。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，你看我们这是我早年在学的时候才知道，阿伯啊，会来跟你讲，我头上好多头皮屑这样，就你一看没有，他完全没有发炎，他就是头皮干干的，然后有一些白白的屑跑出来，或者有一些吹疹染烫的人，他受伤了，看起来很像脂漏性皮肤炎，可是他的情况就慢慢的收敛，然后就变成粉红色，然后有一点小小的屑哈。也就是说，头皮屑的区分其实很简单，大片或者细碎状的，这两个是不一样。那既然它原因不一样，它的治疗当然就不一样。在医疗上，你要有正确诊断，才能有正确治疗啊。我们刚刚讲说，它有两种不同的来源。那肉眼里头你可以怎么区分？大概就是一个发炎的比较厉害，一个不太发炎，就是干干的这样。可是我们在肌肤监测里面可以给各位提出一个更有力的证明哈。你用皮肤镜，一个皮肤镜50倍的放大镜去看，如果它是脂漏性皮肤炎，你会在皮下看到它的血管发炎哦，有时候是出现点状的出血，有时候出现血管的增生现象，那要看它的类固醇的使用的状况，它的免疫抑制剂使用的状况。如果它用的越久，它的血管的狰狞现象越明显。可是在皮肤受损的这边，你就会看到它的皮肤，你拍下去就是看到它的皮肤就是干干的，像石膏的地面这样而已。所以在正确诊断这部分，其实肌肤监测还是可以帮各位很大的忙哦。这个部分基本上它跟肉眼搭配下来，你就很容易把头皮屑的两种成因很清楚的分开来的。好，那经过了肉眼跟皮肤镜的正确诊断之后，治疗就变得简单了。比如说是脂漏性皮肤炎哈，假设你不相信我 ，OK 了，没有人会得到所有的相信，那你就用传统的类固醇、传统的免疫抑制剂或者抗头皮屑洗发精，反正你知道那边是头皮在发炎嘛，然后你需要一些抑制皮屑芽孢菌的东西。那如果是这边你的那个皮屑的部分蛮多，然后皮肤整个干干的，那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你不可以再用洗发精，因为你的皮肤其实已经过度干燥、过度清洁了，所以如果你再用洗发精，问题会更大。这也回收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题目，就为什么你需要正确诊断？因为你正确诊断以后，你才不会自施愈粉。在发炎那边，你需要去抵抗发炎，可是在这边你反而要补充一点油脂，因为实在太干了，还有不要把它洗掉。因此，脂漏性皮肤炎造成的头皮屑或者你面对头皮屑的时候，我们给一个最终的结论嘛如果你能诊断它是脂漏性皮肤炎，你可以照我的方式就我们之前讲过的，你可以让它恢复皮脂膜，然后你也可以不照我的方式，你可以用类固醇、用免疫抑制剂，这个我没有意见。但是如果它不是脂漏性皮肤炎，它只是干燥性或者甚至晒伤以后的头皮脱屑，请你好好的保护皮肤。你只有一条路走，不是类固醇，你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恢复它的酸性保护膜。你只能照我的方法让皮肤休息，让它恢复酸性保护膜，这样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正常的健康，然后你的头皮屑就不会再出来。谢谢。